大家好，我是 Aceson，今天来跟大家开场跟这个100等的那个阿泽尔打的一场比赛。那这次这个100等的阿泽尔，要我来说的话，就是我真心认为这个阿泽尔是一个比较厉害的阿泽尔。那怎么厉害法呢？就是他原本是一个好像是2个月那个素材前，就是旧的素材里面有遇过的一个阿泽尔，但那时候我打这个阿泽尔的话，我觉得就一般般。但现在2个月过后就是重新遇到同一个阿泽尔，就觉得这个阿泽尔就变了很多，就变厉害了很多。那他厉害的位置是他那个绿色的能量球他那个命中率大大的提升了不少。就是怎么说是，他现在那个绿球那个发出去的命中率，打中我的那个次数比以前多了很多。那大家都知道阿泽尔的能量球基本上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输出手段，对，就是它有大部分的伤害的那个或者是连技的开端都跟这个能量球离不开关系，对。所以但如果他的那个能量球命中率大大提升的话，都意味着他那个阿泽尔的实战的那个技巧实战那个部分就会变得很厉害。对，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怎么跟这个能量球命中率高的阿泽尔打了一场比赛OK， 这影片开始写了，也是那句，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订阅一下，谢谢。OK， 那其实也来到那个游戏中后期了。那中后期的话，基本上我这个血量，除了刚才所说吧，我让他那个能量球命中率因为太高的关系，所以我的血量基本上在第一局是让他压着来打。那他的那个命中率高的原因，其实我看了一下，就其实他只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改动而已，就是大家看到的话，他是会就是他跑的时候他会滴一下。然后再放那个重低能量球，对，就一个小小的举动就导致了这个能量球的命中率大大提升了。就是它多了一个假动作，要我来说的话，那个假动作导致我那个反应出现了一点错误就是我以为那个假动作完之后，他会接第二个滴的动作，但原来没有，他是接那个能量球重低，所以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假动作导致我不停地把它被他打中。对，那这边的话，其实来到第2局我慢慢的习惯了，就是他那个假动作，所以基本上就回到像以前打阿泽一样，就是以前所说吧，避开的能量球，对，如果能避开的话，就基本上就没什么威胁性了。那再加上我已经习惯了吧，所以看到他刚才做了个假动作，然后再飞着能量球出来，然后我就来不及反应，对，但基本上我就已经慢慢的习惯了。那时候的话，因为到那个游戏后期基本上我就慢慢的不会再给他那个能量球打中。那这边小一点他准备飞能量球，看到吗？第一下，然后再飞能量球。OK， 这边走位，用那个披风走一下位。这边的话没事。花水熊，可以。这边他慢了，这边的话就到我来 combo。OK， 这边直接丢下去。为什么？是因为现在技能阶段，那他已经有技能，那其实我下那个咒势是蛮危险的。这边的话也是应该，可以，大头盔用了。那我还有披风，那可惜这边的话我的那个术士1还没好。那他用那个王牌被他撞过来是很明显是知道我那个术士1还没好。然后他用那个王牌的撞来是尽量抓完还没好的那个时机，用这个人员披风对，这个的话其实也是蛮多人或者蛮多那个比较高端一点的人会经常会做事。这边的话，我把他抓出去，为什么我会换黑毛那边？就是我超虫如果把人抓出去的话，就是抓那个掉落去里面的话，基本上我是肯定会换那个黑毛来 combo 的。就算是技能阶段，我也是会这么做，是因为在外面的话，你基本上有90%技能都是回不来了。像刚才一样，他刚才他打算用那个午夜 SD 回来，然后也是回不来，直接摔死。这边两边都不起来，我不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要等这个他能量球那个恶魔抓这个恶魔的那个效果结束。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学一下，就是如果两边都倒下的状态下，你身上有那个恶魔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如果他也是不起来的话，你可以
你可以跟他一样躺在地上，然后不起来。对，那刚才也有个技巧，就是为什么他也不起来，是因为啊，他知道我不起来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刚好抓到他起来那一瞬间，然后我要挽他一个身位起来，然后他那个恶魔啊，就不能用那个特殊攻击来抓到我。为什么？是因为可以这边碰到装，是因为啊，我有那个如果我的身位挽他一个身位起来的话，我有那个无敌时间了。那他那个能量球那个抓人起来那个效果，就会因为我的那个无敌时间抓不到我。所以刚才那个为什么两边都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这边可惜啊。但其实这个血量的话还可以接受，如果给他笑的技能的话，其实还没到会被他绝杀，就是被他秒杀的那个情况出现啊，变大了。那尽量的话用我变大那个状态吓他跑起来。那他不跑起来啊，很明显他知道的话，他跑的技能会变慢，所以他直接不跑起来。他很明显知道我的一个计谋啊。OK， 那这边做到，可以做到。那丢出去，然后快挠，可以。这边他这回合聪明了，就是他不等我把他拉出去，然后再换那个午夜 SD， 因为他知道如果像上回合一样，我把他抓出去，然后他是没机会回来的。可惜。基本上没想到啊，他竟然那么快。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用了那个人员披风，所以的话，我以前说过，人员披风啊，如果在后期啊害的话，它虽然只回复一点点那个技能而已，但如果是一些比较短系列的技能，那一点点是很大的一部分来的。所以的话，为什么人员披风在后期是这么有用，就是这个原因。但现在我来到第4回合，我已经让他拿到了2份了。现在我很危险，因为我再输1份我就输了。OK， 踢下去可以。这边的话，等一下我的做一下 spawn cam， 就是我们前期的话，我们输出手段主要都是 spawn cam 或者那个黑毛啊。那基本上就这2样。继续 spawn cam。OK， 不错。那 spawn cam 的2项，那看看能不能第3项。第3项。这边呢，再来个重低，然后再射三枪。OK， 那再来 spawn cam 第4次行不行？可以。可惜他这边丢了上去。那我们为什么会开 SD？ 是因为我不想让那个 spawn cam 的节奏，因为这次失误而结束啊。开避风这边，可以。可惜啊，这边慢了。小一点啊。想下能量球避到，那可以进攻了。因为他刚才换了一个1球出来，所以的话他能量球不会超过1点的，所以的话避开1次都行。我还有个盔甲，我应该是打算，挺聪明啊，他知道我的那个 spawn cam 最怕就是冠军黄，就是刚才那个装备，但很可惜啊。为什么那么可惜？是因为我已经换了个头盔。如果是以前的 Super Low 法的话，就是超新星的话，我有可能会让他碰到装，就是用了冠军王打到我。但现在的话，我已经换了个9尾头啊，那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能了。所以的话，很可惜，只能这么说。OK， 这边的话我抓到他，但因为两边都没技能了，现在这边的话再来试一下水龙。OK。那这边呢，他直接用午夜掉下去，挺大那个输出啊，就是他应该挺痛。OK， 直接炸下去了。可以，他数值1还没好，所以的话他来不及换提尔衣服。可惜这边的话应该是效果不会维持，对，它不会维持那么久。就是如果你中那个效果，能量球效果掉下去的话，你回来的时候应该是会消失的一个效果，所以不用担心。OK。抓到，那可以在我们熟悉的黑毛 combo， 滴。OK， 可惜啊，有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其实很大的原因，如果是对面是网络正常状况下，如果发生刚才那个黑毛直接断掉，就是没有 combo 情况出现的话，很大的机会是伺服器问题，就是伺服器的显示在对面就是如果是对面看到我的话，有可能就是他会看到我的黑毛没有打。就是直接会判定我没有打中他，但其实我是有打，但因为伺服器问题，所以导致那个打是没有生效啊。所以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对面如果发生这个事，都觉得对面在吃你，就是吃你的招数，其实不是。很大原因呢，都是因为那个伺服器问题啊。这边的，这边他那个失误啊，导致他开2招技能来防我。那他很危险的后期，因为在这种那个技能博弈的那个局里面，少一招技能的话，
那你的风险就会大很多。例如说这边的话，我比他多一招技能的话，我就可以多一个机会来抓他。然后如果我每次抓到他的话，那他说哎呦可以，那他就有一次就会没有反撞可以反我。OK， 那他所有技能都开完了。那现在他只能做的事情就是打游击，对。对，所以你看到他开始跑来跑去了，这是正常的，那个是很正常的打法。就是如果技能都没有，对面有技能的话，哎，可以，这边就显示了这个天变踢的那个价值了吧 ？OK， 我建议大家都换一件，对，这个十分之有用。那这边的话应该结束，哎，那我这么多血，他应该也做不了反杀了，我猜。OK， 这边的话 SD 也好了，那再捉他一次他就死了，哎。哎，打不到，可以啊。这边的话抓他，哎，可以抓到，那他应该死了他。OK， 哎呦，再来个 SD， 好，那最后的话记得订阅一下，谢谢。